大家好，我是张大哥。今天我们要进行的科目是这部非常漂亮的红色，从从新北市来的 R107 1983 R107 的280 SL 6缸 M110 引擎的缸压测试。那这部车子从1983年到现在已经刚好满40年，满40年的车子就应该就是古董车。一般来讲，M110 引擎，也就是1980、1990年代的6缸引擎 M110 引擎，或者是说比较新的 M103 引擎。他们的缸压，缸体本身下半身是铸铁的，那下半身是铸铁的，有个缺点就是比较重，但是优点就是经过30-40年来的使用，它的金属疲劳以及抗变形方面都比铝合金的缸体优越很多，所以一般来讲，如果 M110 引擎的使用寿命一般来讲都会在50万公里以上。如果不缺油、不缺水的话，那这部车的里程数当然没有那么高。我们一般的预测是它的缸体应该不会有问题，但是经过30年的使用，奥迪、Volvo、BMW 几乎都已经淘汰报废了。日本车更早我们会舍不得报废这个年代的车子，是因为它的典雅的造型，它的耐用程度，跟它的内装种种，因为没有环保材质，那个年代没有环保材质的限制，所以说不会有塑料或是橡胶料腐化的这个现象。我们今天要做的科目就是要来测它的缸压，来确定了解这颗引擎它的缸压的状况。OK， 我们现在开始进行第一缸的缸压测试。那标准的缸压应该在10到12 kg/cm 平方之间，最低不能低于8.5。如果缸压超过12，那我们就建议应该用98汽油，因为它会造成缸压压缩比过高，然后产生爆震的现象。如果说在10到12之间，我们一般还是建议车主用95的无铅汽油。我们现在来看看第一缸的缸压状况。OK， 我们开始进行第一缸的缸压测试。好，开始。我们看到第一缸的缸压大概在10.5左右，代表它这个一缸完全没有积碳的现象状况。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第二缸的缸压测试。好，开始。好，开始。第二个呢，缸压也在10.5左右，状况非常好，完全没有积碳的现象。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第三缸的缸压测试。好，开始。第三缸的缸压大概在10左右，这状况也非常好，跟新的引擎的压缩比缸压差不多，几乎是教科书上面的标准完全没有积碳的现象，非常好。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第四缸的缸压测试。好，开始。
第4缸的缸压也在10 kgcm 平方。这已经达到新车的标准，完全没有积碳，状况非常好。再来，我们要进行的是第5缸的缸压测试。好，开始。我们看到第5缸的缸压大概在11左右状况非常好。最后我们要进行的是第6缸的缸压测试。好，开始。第6缸的缸压大概也在10左右就是教科书上面厂方的标准。经过这次测试之后，我们了解到这颗 M10引擎几乎都没有积碳跟厂方新车出厂的缸压大概在10左右。那我们测试下来的结果，它大概在10到11之间，代表这个引擎是非常非常的健康，也几乎没有积碳的现象。那我们可以预期，大哥把这颗喷油盘拆下来整修之后呢，那我们可以预期它的怠速的稳定性将是相当的相当的棒。那我们看到这部车子，不管它的外观内装都是1等1的是应该是 A 加的标准。但是我们看到它的引擎室就是一般我们老车碰到同样的状况，也就是引擎室跟它的外观完全不能够对称。引擎盖一打开，糟糕，就整个好的印象完全被破灭了。就是因为引擎这个部分，一般来讲，我们不敢随便的清洗它，或者是去整修它，而是想把它弄得漂亮干净。因为甚至于有的车子原来状况非常好，一洗完车之后呢，车子就不顺了。那这主要就是因为引擎这个部分，它牵涉到比较多的技术成分在。那大哥看到车子这么漂亮的车子，然后引擎盖一打开，因为引擎盖打开就是大哥的工作环境了。那看到每个地方都是锈斑，要不然就是土粉就是肮脏的地方。那大哥会在引擎回装之后呢，会把这个车子做个清洗。我们希望它面目一新，因为喷油盘整修过之后呢，理论上它的20年不应该再堵塞，所以这部车子它应该是能够达到新车引擎新车的表现接近新车的表现。那我们再开20年的话，如果这个引擎室一打开整个美好的印象完全都破灭了。所以大哥希望说，内外都美，内外都能够维持一样的标准，一样的漂亮所以说这是大哥对这个老车的期待今天大哥的缸压测试就报告到此结束。因为它这部车子的冷气的部分它送风也不车主跟我讲4档的风速，1、2档没有风，3、4档有风。冷气的部分它这个应该还是 R12，大哥还没测试，因为这是 R12的压缩机还有它的热水阀在这个地方，热水阀到底它的冷气状况大哥也要再做个全面的整修检查，包含它热水阀、它暖风的运作是不是正常我们就期待大哥最后面的引擎测试吧。好，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